一直以来有很多数糖尿病患者，他们总是困惑地问我，我真的很不解，我甜食都戒了，为什么血糖还是降不下来？这个问题，我每天都要耐心地讲解几遍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曾医师。今天我们要就这个极常见、后遗症最严重的慢性病展开探讨，告诉大家一个颠覆传统认知的真相：血糖健康最可怕的敌人，不是甜食，而是你天天在吃的精致碳水化合物。人们总是习惯性的以为糖尿病是吃太多甜食造成的。在东亚主流饮食文化圈，我们每天三餐都离不开的白饭、白面、包子、馒头、面包、饼前、甜饮、含糖饮食，它们比你想象的更能悄悄推高血糖，最关键的是更能拖垮胰岛细胞。根据多国大型研究与临床回顾数据显示，东亚族群包含台湾、中国、香港、新加坡属于全球最容易因碳水过量而引发糖尿病的族群。原因不只在于饮食习惯，更包含基因、体质分布、胰岛素分泌能力天生偏弱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比欧美族群更不能承受大量精致碳水。糖尿病不是突然到来的，它是一条漫长的沉默进程。真正令人害怕的是，大多数人在正式确诊之前，已经默默走过了以下阶段：一、隐藏期，胰岛素阻抗悄悄形成，这时血糖检查可能仍然正常，但体内胰岛素已需要倍数分泌才能把血糖压住。常见征兆包括常常吃完饭就昏昏欲睡，肚子越来越大，及内脏脂肪堆积，容易饿，容易渴，皮肤出现黑黑的颈环及黑棘皮症。人们总是习惯性把这些现象解读为饭后脑部供血不足而导致的嗜睡，但这是有失偏颇的，极易耽误发现病变时机。研究显示，人们平均会在胰岛素阻抗存在5到10年后才被诊断为糖尿病。二、前期糖尿病，高危险警报拉响，血糖开始偏高，但尚未达到诊断标准。此时只要不调整饮食形态，每年约5%到10%人口会真正变成糖尿病患者。这是可以逆转的黄金阶段，但也是最多人忽视的阶段。三、糖尿病确诊，胰岛贝塔细胞开始不可逆损伤，一旦跨过诊断线，胰岛细胞损害开始呈倍数恶化。国际糖尿病联盟 IDF 资料指出，患者往往在确诊时，胰岛功能只剩40%到50%。四、我们分别概述一下糖尿病的分类，为了让读者更清楚自己的风险，糖尿病可大致分为：第一型糖尿病，自身免疫破坏胰岛细胞，较常见于儿童与青少年。第二型糖尿病占所有病例的90%到95%，与饮食、体重、遗传密切相关，东亚人高风险。妊娠糖尿病，孕期发生，母婴都可能因此提高未来得糖尿病的几率。其他特殊型糖尿病，如药物引起、基因相关，大多数人面临的其实是第二型糖尿病，而它最主要的罪魁祸首就是你以为很普通的精致碳水。现代人不是吃的不够健康，而是吃的太白、太软、太快。这些看似平凡的主食，正以10年为单位慢慢毁掉你的胰岛细胞。真正的风险不是吃甜食，而是每天3餐无意识的碳水过量。如果你已经开始出现疲倦、口渴、腰腹肥胖、饭后昏沉、皮肤变黑等症状，这很可能不是老化现象，而是糖尿病正在悄悄找上你。上周一位姓林的患者来到我的诊间咨询，他的糖化血色素高达 9.8%， 空腹血糖超过200毫克每分升。他沮丧地说，大夫，我冰淇淋、巧克力都不碰了，连咖啡都喝无糖的，
为什么病情还是控制不住？我仔细询问他的饮食习惯后发现，他每天早餐吃2片白吐司，午餐吃1碗半的白饭，晚餐更是少不了面食，这就是问题的关键。这里先要解释这个看不见的糖，精制碳水化合物的真面目。什么是精制碳水化合物？就是那些经过加工去除麸皮和胚芽的谷物制品，包括白米饭、白吐司、面条、馒头、饼钱等。这些食物看起来不甜，但在体内却会迅速转化成葡萄糖，导致血糖急剧上升。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在2019年发表的一项大型研究指出，长期摄取高升糖指数的精制碳水化合物，导致第2型糖尿病风险增加 87%， 这个数字远高于单纯摄取蔗糖的影响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看不见的糖会让胰岛素需要不断加班工作，久而久之，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就会下降，这就是所谓的胰岛素阻抗。就像一个永远在喊狼来了的孩子，最后没有人再相信他一样，你的细胞也逐渐对胰岛素充耳不闻。我们再来说说本篇的关键，胰岛素阻抗，沉默的器官杀手。胰岛素阻抗不仅仅是血糖问题，它更像是一场在体内悄悄蔓延的火灾。当细胞拒绝接受胰岛素的指令时，多余的葡萄糖就会在血液中游荡，同时胰脏必须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强行降低血糖。这种恶性循环会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受损，加速动脉硬化，自由基大量产生，引发全身性发炎，肝脏脂肪堆积，形成脂肪肝，肾小球过颅压力增加，导致肾功能损害。林先生就是典型的例子，他不仅血糖失控，还合并有高血压、脂肪肝和轻度肾功能不全。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指向同一个凶手——胰岛素阻抗。当机体出现胰岛素抗性时，其危害远不止于血糖升高。胰岛素阻抗是导致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，其预测价值甚至优于糖化血红素。从分子机制来看，持续的高胰岛素状态会活化发炎通路，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殖，加速动脉粥状硬化进程。同时，胰岛素阻抗会扰乱脂质代谢，导致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颗粒增加，这些都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子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胰岛素抗性对认知功能的影响。神经病学杂志的一项前瞻性研究显示，胰岛素抗性程度与脑萎缩速度和认知功能下降呈显著正相关。这就意味着，控制胰岛素抗性不仅关乎血糖，更关乎大脑健康。频繁摄取精制碳水化合物会导致游离脂肪酸水平持续升高，这直接引发了骨骼肌和肝脏中的胰岛素抗性。研究中，受试者在连续摄取高精制碳水饮食4周后，胰岛素敏感性下降了近 40%。为什么我们都误会了甜食？我们对甜食的恐惧其来有自，但却忽略了更隐蔽的敌人。一项发表在《柳叶刀》期刊的研究显示，在以米饭为主食的亚洲国家，即使每日摄取的总热量相同，糖尿病发生率仍显著高于以蛋白质和脂肪为主要热量来源的地区。为了应对这种状况，胰岛素必须大量分泌，长此以往，胰岛素受体就会变得迟钝。相比之下，天然食物中的糖分通常伴随着纤维质，可以减缓吸收速度。当然，这不代表可以无限制的摄取甜食，而是要我们认清真正的威胁来自何方。在了解了问题的根源后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必须要告诉大家的是，胰岛素阻抗是可以被逆转的。第一部分，现代餐桌上的革命，用好碳水取代坏碳水。我给林先生的第一个处方是将他的主食彻底改造，白米饭改为糙米或藜麦，白吐司改为全麦面包，
面条改为荞麦面或蒟蒻面。同时，我要求他在每餐中增加优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比例。3个月后，他的糖化血色素从 9.8% 降至 7.2%， 体重减轻了8公斤，血压和肝功能指数也都明显改善。医师，我从来没想过，改变主食就能带来这么大的变化。林先生兴奋地分享他的转变。英国医学期刊在202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证实，将精制碳水化合物替换为全谷物，可以降低第2型糖尿病风险达 29%。这个效果比单纯控制总热量要显著得多。第2章节说说进食顺序的科学，即改变顺序，改变人生。除了食物的选择，进食的顺序也至关重要。这个方法的科学依据是，膳食纤维可以形成一个天然的过滤网，减缓后续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度。蛋白质和脂肪则能刺激肠促胰岛素分泌，让胰岛素更有效率的工作。英国医学杂志荟萃分析显示，适度提高膳食中单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，如橄榄油、坚果，同时控制碳水化合物总量，可使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敏感性提高 25%。 一位罹患糖尿病10年的患者告诉我，老先生，光是改变吃饭顺序，我的餐后血糖就下降了30毫克每分升，这真是太神奇了。第3章，实证医学的见证，逆转不是梦。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，透过饮食和生活形态的改变，确实可以逆转糖尿病。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泰勒教授团队在《糖尿病医学》期刊发表的研究显示，透过严格的饮食管理，有超过1/3的第2型糖尿病患者可以达到缓解状态，也就是停止药物治疗后，血糖仍能维持正常。这种饮食模式的优势在于，它既避免了精制碳水化合物带来的血糖冲击，又提供了稳定的能量来源。更重要的是，优质的脂肪摄入可以促进饱腹感，减少总体热量摄入，这为长期体重管理提供了可行方案。在我的临床经验中，病程在5年内尚有足够胰岛细胞功能的患者。节目的最后，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今天的知识。重获健康的钥匙其实就在你手中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治疗糖尿病最重要的不是开立处方，而是提醒患者，我们要打破不吃甜食就安全的迷思，认清精制碳水化合物这个隐形杀手。记得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，在调整饮食3个月后，她略带激动地告诉我，医师啊，我以为这辈子都要与药物为伍了，没想到还能看见正常的血糖数字。这样的时刻总让我更加坚信，知识就是力量。当我们了解身体的运作机制，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食物，就能够从疾病的囚笼中解放自己。糖尿病不是命运的判决，而是一个改变的契机。它提醒我们停下脚步，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形态，选择一条更健康、更明智的道路。当我们理解了精制碳水化合物对胰岛素抵抗的深远影响，当我们掌握了基于证据的饮食策略，我们就拥有了战胜疾病的有力武器。让我们用科学的目光重新审视餐桌上的每一份选择，用理性的态度对待每一种饮食建议。健康的钥匙就握在懂得科学知识的您手中。这条路上，我也会一直陪伴着大家。愿每个人都能找回健康的自主权，活出精彩的人生。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